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张若楠。欢迎张若楠，她凭借着电影《悲伤逆流成河》当中的校园初恋顾森湘一角颇受关注。我叫顾森湘。抑郁症就像个黑洞，它带走了我所有的情绪。人的一生会遇到很多人，初恋只有一个。另外一个3年来，从一个平面模特到演员，而且立刻就能跻身到95后小花当中去，我觉得是一个奇迹一般的存在。我也不懂合同啊什么，然后我就签了约。在这个选择很多元的时代当中，我们应该为什么去选择？我们应该为什么去努力？我们应该为哪些去坚持？每个人都是个体，只要你自己开心，你觉得自己这样是美的就够了。张若楠是我老东家的演员，所以对我来讲，他不是一个陌生人。但我其实很想了解的是，他自己面对着这3年来，从一个平面模特到演员这样一个变化，这个变化当中发生了什么，以及他自己在思考什么。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刚刚进入社会的，开始工作的前3年的那个心态，我觉得要拿捏得住，会很好玩。因为他最近拍这个戏在深圳已经拍了挺长时间了，所以我希望这个下午是一个让他放松的下午。从来没有这么气定神闲过，嘿嘿，自家小孩。礼貌的敲门声，他应该还在补妆，因为我知道他前面拍了一个广告。Hello， 你自己来开门啊？啊，不就是我不知道。你在干嘛？我刚刚补完妆。昨天是不是听说熬了个大夜，拍到几点？也没有大夜，就是1点半差不多。昨天睡了几个小时？今天早上几点钟起来？10点。那能睡够吗？10点钟我来了没？我失忆了。哎，我今天几点钟起床的？我真的忘了。9点半。整体状态怎么样？今天？就是出来玩的。你之前看过我们节目吗？当然看过了，就是一直很期待，也不找我，然后终于找我了。啊，是吗？你还记得咱们悲伤的时候那个首映吗？我记得呀。悲伤那次首映，我印象最深刻就是你说了一句话。我说了什么？你说张若楠实在太美了。我当时一度怀疑是不是欢欢姐就找来托。真不是。然后哇，我那时候刚第一次参加首映，第一次演电影，然后还有人这么夸我，然后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对，就是对丁丁张三个字唯一的印象就是张若楠太美了。可是这是一个事实啊。没有。你现在不适应这个评价吗？别人见到你之后，可能第一时间都会说这个。其实就是没什么感觉了，就是现在反而如果说，哎，我看过你的戏演得还挺好的，怎么？你会比较在意。我会很开心。你自己就日常就这么简单的吗？对。你有什么那种就是剧组必备的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吗？进组的话，其实我每次进组都有点像搬家，就是必备的话，我觉得还是这个洗发水，这个多芬密集滋养洗发水。因为我在剧组天天要做造型，就是卷啊、吹啊、烫啊这种，这个是有深层修护的一个作用，就是可以一边洗头发，然后一边养头发。对，这个就是让我觉得利剑的一个功能。还有一个就是多芬小今晚发膜，然后它是可以就是1分钟可以给我们头发做个 SPA。对，这个我知道，我身边很多朋友都在用。是吗？1分钟快速修复那个受损，然后你头发变得强韧又柔顺。对。而且我这里还有一个小的这个小样妆，非常适合你出差。哇，这个味道很好闻，是吧？有一股花果的香味儿。而且如果把持好的话，就是做上造型会更好看。真的吗？真的，要不你现在去洗个头试一下。今天其实你也不用特别紧张，我们要去玩一下。老张带小张，老光线人带小光线人。对。期待吗？期待。走。因为他其实在整个的媒体上好像暴露的也很少，我其实是害怕他会有娇娇2气。因为他的长相和他现在所代表的这个
工作身份啊，但是我当时觉得他落落大方，既不是我想象中那么就是像小孩一样，他也不是过分熟络。好，那我们准备出发了啊！哇，终于送到了张若楠。我是第几位啊？第59位吧。我错了。做到第59位才想起我。你对我印象很深是逆流成河的那个首映礼，我对你印象深是比这个更早之前，因为每个周一我们都有一个痛苦的地狱日，然后就在说我们要签一些新的艺人，然后你的照片啪就出来了。我说这个女孩，这个名字加上这个脸，就是天生为明星准备的，好像她天生就是一个做明星的样子。你想过这个事儿吗？我很小的时候，我会觉得很想当明星，因为那个时候就是看《还珠格格》，你知道吗？然后看那些就是我觉得做明星好闪亮啊，好闪耀的感觉。读书了以后会发现离我很遥远。对，因为我自己也是就是浙江温州的农村，就是在村里的，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人。就没有太往那方面去想。当时听说是一个人签约的。对。是什么情况？我特别虎，因为我爸爸妈妈不喜欢我就是做艺人。但是我当时特别那个，然后我当时就去了北京，然后我就签了约。其实我也不懂合同啊什么这些我都不太懂，但是我就觉得后岸姐因为她看起来真的是个好人，我就是愿意相信她。完事儿以后，我那天特地回家，我就回家吃饭。我说妈，我跟你说个事情，你别生气。我妈第一反应就是你谈恋爱了？我说没有。然后我说我要去拍电影了。我妈一下子脸都变了，不开心。不开心的原因是什么？她就是觉得娱乐圈其实很复杂。然后我也特别虎，我就说那没办法，我已经签了。我说违约金很贵，你要是不想让我演，你去把违约金交了吧。妈妈肯定疯了。我其实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人。我其实，在做模特的时候也是这样子。也是在微博上收到私信说，可不可以就是请你帮我们拍衣服。然后我就翻他的朋友圈，然后也看看他的微博和他的店铺。我觉得应该是就是挺靠谱的人。除开机票的话，应该我可以3天赚4000。我那个时候觉得天哪，还有这么好的事儿。对，那个算是我第一桶金应该。第一桶金。然后就不想带我妈妈去，因为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把那个省机票钱。对。然后后来还是被我妈妈知道了，她就一定要跟我去。但是这个生米做成熟饭之后呢？那没办法了呀。那就放你走了。因为我自己也是那种就是比较有主见的人。因为我家有4个孩子，我是长女。那个时候想过如果不行怎么办？没有，因为那个时候我给自己的心理就是我去试一试。既然就是制片人希望你去的话，那我为什么不给自己一个机会呢？我当时是抱着这样的心态去的。你有规划吗？自己的？听公司的，我其实还是挺听公司的。但感觉好像有一条线索，就好像公司对张若楠是悉心打造的，就觉得这几个台阶上的非常好。是吗？我昨天还看到一个榜，说张若楠在整个那个女演员票房榜上，其实排名还挺靠前的。你看到那些票房数字的时候，看到朋友圈里每天都在刷那个几亿了。我自己也会，人家那个时候就是悲伤上的时候，我们都有下载猫眼，专业版猫眼，就看到数字跳动。那段时间我还发朋友圈，就是每到1亿我就会发了一个朋友圈，对，然后觉得因为很兴奋，很激动，像成绩单一样的感觉。你看到过电影的差评吗？当然，你知道我们当时那个上映的半个小时，我们就一直在刷广场，全是怎么会这么烂？就是噱头就打得那么好，然后结果内容就是劝退啊，什么也就是觉得很尴尬呀，觉得就是看不下去啊，就是各种差评，就才半个小时。当时最受不了的恶评是什么？我真的心挺大的，我觉得没有说对我来说有特别不能接受的东西。我是那种你喜欢我当然很好，你不喜欢我也无所谓的人。我以前真的是看到恶评会点赞的人。用小号点赞啊。
我就给他们点个赞，就是也是激励自己。我就想我的内心 OS 就是希望有一天我能够演的让你觉得刮目相看。对。不是，如果那个演得不好的话，可以回去继承家业吗？谁跟你说的？你原来不是理想是当生意人吗？对，我跟小北说了，我说等我以后转行做制片人，让他教我。我是那种想要做甲方的人，你知道吗？你吃得了那种苦吗？吃得了。你觉得你的优势是什么？我可以跟自己较劲。而且我觉得有一句话就是特别好，相信的力量。只要我相信我能做到，就比如说像我平时演戏也是一个道理，就是我相信我这场戏能演好。你首先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信念。对。我觉得有2个重点让我听的时候有一点出乎意料，一个就是他自己一个人独自去公司做的签约，就觉得自己要为自己的人生做决定。另外一个就是他现在他自己在这样一个上升期，但他非常的淡然，他所有的想法都非常的务实，这个也让我出乎意料。我觉得年轻人选择职业应该勇敢一些，因为人是需要碰撞才能找到真的自我的。从一个女演员的履历来说啊，你真的是足够顺利的。现在接电影的机会多吗？不知道，我跟航姐说了，我说下一个可以让我想拍电影。因为连拍2个剧了，感觉拍电影还是磨练演技嘛。拍剧的话也磨练，但是感觉是不一样的。昨天也特别搞笑，昨天有场戏就是在一个事故现场，然后我要安抚老人，要很温柔。然后我自己的性格又是那种，就像我跟你现在说话，就是没有什么就是情绪的那种感觉。导演就说，拿对方就说，徐来，咱们得温柔一点，咱们就是现在就是一个心理疏导的频道，类似那种感觉。然后我一开始第一遍的时候，然后另外一个演员朋友就是那个同事，然后就说，他说你是不是从来没有安慰过人啊？我说我确实不太会安慰人。然后他就一遍遍教我怎么安慰人。现在会觉得吃力吗？演戏这个事儿其实还是一个专业的事情。以前我就觉得，就是很多人说我自然，虽然不是什么科班，但自然怎么样。但你到后面发现，其实自然每一个人都可以自然。我拍悲伤的时候，我连通告单都不会看。我是真的不懂。就是一切都是很未知。就是其实表演还是就像你刚刚说是一个专业的事情，然后你得上下场都得连贯，情绪连贯。以前我这些都 get 不到。是因为你单场戏演的时候，你可能会觉得很过瘾，但你看连接版的时候，你会觉得，哎，这个情绪好像那块重了一点。尤其你哭戏又比较多，那你哪种哭在什么时候出现？对，以前真的是能哭出来就不错了。然后后来是你的哭程度是含泪也好，或者是哗大，就是那种大哭，就是都是会自己去想。到后来就是你拍了一场戏，能感染到现场的人，或者导演会觉得很喜欢的时候，然后你自己看的时候也是觉得很舒服很顺畅的时候，你就会很开心，就那种成就感大于一切，我觉得。你自己觉得自己是极限现在？就是在素人与明星之间徘徊。你从一开始演的时候就这样想吗？对，没有，我一开始的时候，像我刚出道的时候，我就会不懂事，然后我就为什么别人有这个东西，我说我也想要有，为什么他有我不能有？是什么？比如说，为什么他可以拍这样的杂志？为什么他可以接这样的广告？为什么他可以怎么样？也说了很多挺伤害人的话。现在已经平静下来了。我要庆幸我还没有那些光环。所以我可以把自己当下一步一步做好。你守着那么高的票房成绩，然后看着比如说金鸡百花颁奖，然后有年度女演员什么的，会有失落感吗？不失落，因为我知道自己几斤几两。我是那种特别希望珍视我的人
有骄傲感的人，稳、踏实，就是作品最后还是希望用作品说话。我说不辜负你们的当初的决定，是我一直在努力的目标。我觉得张若楠身上代表着一些年轻人开始工作前3年的一个状态。可能你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，你认为自己需要大展拳脚，但是3年之后，反而会因为你对这个工作的深入，你对行业的了解，你对自我的认知，你会逐渐的把步子慢下来，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在自省，这个很珍贵。所以现在你几乎每天都有戏。对，从早到晚，快2个月了。所以今天还是要借机玩一玩啊。对，今天安排了一个比较刺激的项目。下车了，哇！不会这么野吧？这种你可以吗？可以，一定可以。哎，我们俩是坐一辆吗？不是吧？对啊，1人1辆呢，还是2人1辆？你们自己选择一下嘛。他肯定选择1人1辆，我觉得这样才能比出来速度。可以。速度的是玩不了的，山路呢很崎岖又很陡。那我们要注意什么？首先呢，要先给自己穿一身护具，先把自己防护好。这是一套的，短的呢是护腕，这个长的呢就在护膝这里。这个时候看一下张若楠的自己动手能力啊，没有人帮你。这个太简单了。哦，是这样。我都穿完1只了。我和所有的女嘉宾比任何的项目我都会输。真的吗？对，这是我的人设。啥也不行。我一会儿帮你好不好？我已经弄好了，马上。谢谢。她果然是做姐姐的人，有姐姐的样子。好。好。那美的人穿什么都好看。美。这个方向呢，可能对女孩子来说会稍微有一点重一点，不过男孩子也不一定啊。它是有可能会发生那种侧翻事故的，所以在转弯的时候呢，一定要保持速度减速通过。你是故意说的这么凶险的是吧？这是肯定要说的，因为有些人真的是有多险呀，这个路。等你们体验一下就知道了。跟着我走，跟着我走，哎！不要急，不要急啊！哎，吓我一跳！不是这个，直接走，直接走，直接走。走，右拐，右拐，右拐。走。我去送外卖了。哦！等一下，我转不过来了。有水，小心啊！啊哈哈！方向要用力打方向。那个把要提前，等下啊，先等下啊。哥，你去前面吧。后面我害怕。这个好电。啊！小心啊！它这个真的好重啊！还好吗？教练，我可不可以换双组？我要跟哥一起。你要想坐他车是吧？啊，我跟你一起吧，我害怕。再试一下。他们一定傻眼，怎么进去是2辆车，回来是1辆车？一会儿到那儿看一下情况。好。张若楠老师，您尽量这样跟他说话。对。我们俩就是这样。这个土味视频我们要那个。走了。好，出发。撤。对于你来说，小女孩拿这个其实是有点害怕。对。一整个害怕住了。抓紧啊！你
没有上那个是对的，要不然这里的路途有点长，咱俩也没有聊天。对，而且我肯定开不好。你可能卡在树上。对。这有点像我们在冰岛那次骑那种马。你去过冰岛？我去过。我一直很想去冰岛。微信不会是冰岛人吧？你也是冰岛？我才不是。是太多人这样了吗？对呀，我们在微信上认为自己是冰岛的，比冰岛的人口可多了。还有一个地方人也特别多，哪？安道尔。因为它看起来好看的几个字。对。南方的植物就是好。你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啊？我要说出来，你肯定会尖叫。我是石家庄人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我在石家庄待了10几年呢。那个时候的同学现在还联系吗？没太联系了。你长得那么好看，会不会有人孤立你？没有，我们以前读书，我们学姐都可漂亮了，因为舞蹈生特别有气质。然后你小时候也没有学过任何的跟艺术有关系的东西啊？我会弹一点钢琴。那爸妈也完全没有把你往这个方向培养过？没有。然后名字是真名字吗？真名字，小的时候是男人的男啊，因为我家人特别想要男孩，就我奶奶他们特别希望生一个男孩。然后第一胎就是结果是。哇，这听起来好气人的故事啊！不会，我觉得因为我自己觉得就习惯了。那个时候爷爷奶奶什么的喜欢你吗？我奶奶确实挺想要孙子的，她就是因为我们家有4个孩子，然后3个女儿1个儿子，最后的是儿子。对，我弟弟是儿子，应该也都挺好看的。我们家就我长得还，我觉得我就是挺幸运，就是我把他们的那个优点全部都遗传过来了。那有没有因为你长得很可爱，大家觉得是个女孩也不错？好像没有。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里。没有。但是我觉得我没有让我家人失望吧，我没有就是很争气。对，我觉得还算是就是比较争气的。希望弟弟有出息吧。当然希望了。我就是特别怨毒的说了一声。我真的我是很认真，希望我的弟弟妹妹都很有出息的人，因为我不希望他们会觉得啊，我姐姐可以赚钱，我姐姐可以怎么样就够了。你要有自己的人生。哎呀，你自己买房吗？我不是，我没钱，我还要养家里人。你还要养家里人？天哪，你还真的是一个传统的女孩。我不是传统女孩。那你是什么女孩？我是前卫女孩啊。小心有水啊。那个时候他们就是不想让你跟搞文艺有关系的任何东西。对，因为就是像我们就是妈妈他们，而且我们就是农村嘛，然后有时候你可能自己没那么想，但你的邻居啊，就是街坊啊，就是有闲话。对。现在还有机会听到这些村里人的那种评价什么的吗？我忘记是今年还是什么时候，我跟我一帮发小，就是我小的时候玩的朋友，我们一起去阿那亚就是玩了几天，他们都会就是问我说，我们有没有什么被潜规则啊之类的这些话，真的就直接问过来。然后就说什么什么，因为网上就很多什么我男朋友是光线的高层，你知道？你有听过这个吗？我听过。我真的傻眼，谁啊？然后还说我爸爸是光线的股东。然后我当下的感觉是，因为我在外面工作，我听不到就是家里人会怎么说，但是我的爸爸妈妈总是会听到的，所以我会很心疼他们。还有如果听到一些自己女儿可能在外面就是这么猜测或者怎么样的，我还是比较心疼这个点，别的我无所谓。天啊，我不知道你生活在一个那么传统的家庭里。就是半传统，还重男轻女。重男轻女倒是有点儿。我没有想到他的成长背景，他的笑容，就是外在的那个样子，好像跟他的这个经历是不对等的。突然间有了一些同理心，共情了一下。我觉得外界如何看待你的择业，一点都不重要，因为没有人替你活你的生活。
没有人知道你自己为什么去努力。可以吗？刹住车，刹住车，刹住车，这样子。好，刹车松掉，现在刹车松掉，往前松掉啊，再加，再加，再加，对，再加，再加，刹车松掉啊，对，对，对。幸好我没有开。哇！你就把它想象成我们在演艺圈的艰难险阻吧。这边呢就是一个大长坡了，这就一定要放心大胆的加油了。好吧，我们马上就要到给张若楠加油的环节了。冲！2022，加油！加油！一定会好的，一定会好的。希望我可以见到我喜欢的点。这个是个跷跷板，要不要试着挑战一下？害怕吗？我觉得还可以。让咱们试试吧。来，再来一点，再来一点，来，对，可以，还可以，吓死我了。那你成名之后有没有人追你啊？你看，那问这些，那有没有嘛？肯定是有的嘛。那怎么办？这个不能剪进去。这段声音这样能录进去吗？你看。这条路是我要走的路，虽然坎坷。你好励志啊！真的。刚才刘同附身了是吧？真的，童哥来了。我们赶不上落日了吧？本来想带你去海边的。我去海边了吗？去。必须去。冲呀！冲！耶！我们回来啦！回来啦！好，钥匙关了就可以了。钥匙孔。钥匙啊，这里。给你开懵了是不？我已经颠的都傻了。这个行程就这样结束了。结束了。你快问我一句，你问我收获了什么？收获了一个乘客吗？你收获了什么？我收获了一个代驾。我收获了一段友情。你真像童哥，你们真的是不愧是真的鸡汤达人，是不是？真的。吃饭去。走。哎呀。其实演戏对我来说也很，变成生命中很重要的事情。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昨天有一个就坐在我隔壁桌的一个女孩，因为她在旁边看我们很久了，其实我们已经注意到她，然后她就上来就说，我知道跟你合影不方便，但是我想跟你说一句话。她说我看了你的那个电影，我一开始以为是婚礼，对，因为我刚播完嘛，但结果她说是那个如果声音不记得，然后她就说她非常非常喜欢，她说她看了好多遍，然后说自己，她说因为我也是，然后我就马上就 get 到，因为那是讲抑郁症的嘛，对。所以昨天那一下，我就觉得，值得。对。现在算爱上演戏这个事儿了吧？可以特别理直气壮地说，爱上演戏了。全场安静，准备开始。好的。3、2、1。你现在从事的职业是什么？演员、醒狮。你入行几年了？3年多，入行13年了。你在工作上是有野心还是平常心？平常心，有梦想有野心的。父母支持你现在的工作吗？支持，不太支持。如果重来一次，你会坚持现在的职业选择吗？一半一半，一定会。当时年轻人，其实大多数人都会有摇摆。我拍上个戏的时候，我就想，我是不是应该考虑做别的事情？好像在这个圈子里，就是有我没我都是一样。你的梦想是不是真的那么牢固？珍惜自我天赋，哪怕它看来毫无惊人之处。每个人都是个体，只要你自己开心，你觉得自己这样是美的就够了。饿不饿？
有点儿。我们现在就去一个餐厅，带你好好吃一顿。好的。碳水自由。碳水自由日。碳水自由日。哎呀给我喊到嗓子都已经碳水自由日了。现在有那种女明星的自觉吗？行走坐卧。行走坐卧倒没有，就是像曹小北他经常说我，他说你就是，因为我们俩出去逛街的时候，我真的是随便就在那个沙发上这么一躺，就是一点样子也没有。然后换衣服的时候也是没有去衣帽间，就有时候因为里面有衣服嘛，就直接套啊怎么样，就是特别，他说你还是对，还说你要有意识自己是个艺人的，别人得提醒你。我觉得这也不重要，我觉得。你又没干嘛，你就开开心心的做自己，为什么一定要有那么多框框架架？对。但是被拍到的时候，现在有人偷拍你吗？也还好。偷拍恋情什么的？我哪来的恋情？我希望新的一年，我今天还在那个，因为当时我在酒店跨年的时候，感觉更孤独了，就那种很惆怅的感觉。然后就在群里说，我说2022的新年愿望就是脱单。不要让我这一年再自己过那个跨年了。演员其实是需要情感的阅历，我觉得。那现在是更难谈了，其实。本来就长得挺美的，再加上现在有一些声明，你根本不知道对方喜欢你什么。就是你想遇到一个认真的人，就是一个频道，还是挺难的。我感觉我是那种会为了就是一个对的人，可以放弃很多的。对。如果今天你在谈恋爱，然后今天有一个很有名的导演要见你，但是你的男朋友只有今天留在北京，所以你很珍惜跟他相处的这一天，那怎么办？那我还是要去见导演的。我在跟他们说，我说如果我今年还谈不到男朋友，我就让我回去让我妈给我相亲。真的，你知道我在那个出道之前有相过亲吗？你为什么需要相亲啊？对啊，就那个时候我还很小，我才20出头，他们找了30岁的人好像。对方有没有通过媒人跟你说我们想继续交往？没有，觉得他们应该也知道就是我会喜欢什么样，我跟他们说了，我说我喜欢什么样的。那你也跟我说一下。我来好好分享一下。我喜欢长相不一定要求，但是这个人一定是很成熟很稳重，然后就他身上一定要有一个闪光点，也许他很会演戏，也许他很会唱歌，也许他会什么乐器，或者他性格很好，或者他很幽默，没啥了，还要对我好，只能对我一个人好。这里还可以打网球嘞，好帅啊！你觉得在游乐圈交朋友难吗？难啊。要很有心眼吗？是要八面玲珑吗？这个圈子一定是就是需要八面玲珑的那样的人存在。对。但我确实做不到那样子。那算半只脚在娱乐圈里。我吗？我不想就是太被束缚。感觉你今年的心态很稳，现在好像对很多东西都很淡然。对，但我觉得这样子自己也很轻松。我反而可以把自己的就是注意力啊，就更专注在自己该做的事情上。我觉得张若楠他其实并没有在娱乐圈，他只是在一个公司，他做了一个艺人的职业。我谈恋爱也想像普通人一样谈恋爱，他没有这个所谓的明星啊、艺人啊这种心态，他只是觉得自己做了一个被更多人关注到的工作，就是这个其实挺清奇的。哇，感觉这个餐厅不错呢。对，可以大吃一顿了。这也太……这啥？烛光晚餐啊？感觉像练综艺，你不觉得吗？是。要这么美吗？真的好漂亮啊！对，可以上菜了。你为什么把头发弄成这样？因为我觉得一会儿吃饭我不想要那样，还得撩。这是自己做的吗？自己扎的。但你平时好像形象都比较固定。
都是那种女神，对，校花，然后这样那样的。谢谢。内心会有挣扎吗？比如说，我老是演同样的一种类型，或者是我总是被固定在一个那样的框架当中。没有挣扎，我觉得演一样的，就是一部比一部演得好就好了。很在意形象吗？比如说，不在意形象。女演员好像很介意自己变得不好看。你不会提这种要求？不会。从来没有过，就是我觉得该漂亮的时候就漂亮，该丑的时候就一定要，就是只要符合人物、符合角色。你那个头发就是这次是短了一点，这个角色要飒爽一点，所以剪短了一点。你剪短的时候你觉得难受吗？那我觉得如果这些东西能让观众有代入感，能让观众相信你就是这个角色的话，就是对的。其实无所谓，弄头发做什么样的发型都是好的，做脏做伤就是做的很怎么样，都是只要是为了戏。沉浸在里面的时候，就是最好的样子。那你生活中造型什么的，你自己会很在意吗？头发什么的也不敢随便弄颜色啊什么的。敢，我不是染了红色吗？婚礼上映的之后，我以为我要休息了，我在染发染了7个小时，最后一刻跟我说明天去入演。我想说，我刚染了头发，我说那我头发是不是要染回来了？只留了7个小时。但我自己染红的是因为我自己想要染，我觉得我自己也过了瘾就好了。你会在意别人的想法吗？我现在肯定不在意了。你以前会在意吗？30岁之前吧，我是很在意别人想法的，耽误了很多年。但是后来我就完全不会，因为你顾不过来。对啊，就像很多女孩会为了男朋友去整容，为了男朋友去怎么样，就很没有意义这些事情。是的，而且屈从于某个审美的标准，我觉得也没有意义。庆祝我们真的认识。之前是假的认识。之前不就是网友吗？微博你也不怎么上。我每次是那种一发完微博就下线。就变成了你的一个发布的工具。对，而且我觉得微博特别严肃，是一个这样的地方。现在会有那种紧张吗？就是谨言慎行。随着名气增长，微博上肯定会，我很怕被误解。这算是一种代价吗？这个代价太轻松了吧？就昨天我们拍那个事故现场的戏，然后有一些小群演，就是小孩子，然后拍到很晚，我就要回车上的时候，就看到那个有一个妈妈抱着她自己孩子，她就坐在那个凳，她都不是椅子，她就那个蓝色凳子，你知道吧？就抱着孩子在那里，孩子睡着了。然后我第一次下去的时候，我就已经注意到了，然后我不确定是不是我们剧组的人，然后第2次又看到，然后我就上去问我说：“你们是剧组的人吗？”他们说是，然后孩子是群演。当下的那个样子真的让人挺心疼的，就是一个母亲抱着自己的孩子，就坐在那个凳子上，那么晚那么冷，我就觉得特别辛苦。我就赶紧让副导演给他们拿个椅子，所以从你角度上来说，确实也没有什么。把这个东西说成代价，或者是说成已经很幸运了，太幸运了。是的，或者你作为公众人物牺牲一点自己的自由，我觉得是应该的，接受范围内的。那文文可以把我的外套拿过来吗？可以，很冷。对，一会儿去海边，我怕会冷。自己还挺能照顾自己的。因为我不仅照顾自己，我还得照顾我家人。以前我20多岁的时候，我妈就会说，20岁的姑娘了，不知道为家里人分担，就会这种话。天哪！然后我就会想要快点独立，快点就是真的做一些什么事情出来。你看那个心理测试题了吗？你先想象有一片沙漠，然后呢，你再想第一件事是一个立方体。这个立方体跟你的位置关系是什么样子的？它多大？它是什么材质？铁的。在地上。这样大。下一个画面是梯子。梯子折叠的，然后这样架开了，像一个三角形的梯子。可以爬。好，然后第3个画面是这个时候有一匹马。这匹马是什么颜色？它有没有马鞍？蓝色的。有没有马鞍？没有，但是我可以牵着它。是什么年纪的马？年轻的。然后有没有花草？沙漠上肯定没有花草。完全没有。铁皮旁边有一些吧。好，这个心理测试是这样的，这个立方体代表的是你的自我，
你的自我意识越大，你的立方体就越大。越坚固，说明你的自我越坚固，自我认同还是可以的，还算可以。然后梯子是家人的支持，你这个梯子显然是基本上独立的，但是它可攀爬的话，说明你的家人还是会支持你，然后马代表着你的爱人，你的爱人是蓝色的，你的爱人是蓝色的，你说你要牵着他，说明你自己还是很想掌控这段关系的。我不是，如果我要谈恋爱的话，我会比较就是依赖对方的人。花草是代表孩子，孩子好几个呢。有想要小孩，我还是挺喜欢小孩子的，是吧？今天录张耀南，他更新了我几个想法。第一个，她是一个传统女性；第二个呢，她自己对自己的认知其实非常清晰。第三个，她竟然还想着结婚，还向往着爱情。很准确，也比较准确。那我们准备出发了啊！这个好好吃啊！好啦，好好吃啊！吃饱了吗？吃饱了。那我们就走。好。体验参与互动，赢精美节目周边。哎呀，电池低温警报！坐在我身边的张耀南同学，不拿自己当外人，直接把礼物拿在了手上。这是我们啊，这是礼物吗？这是我们的吉祥物。哦，真的啊？节目的小熊。对。我刚才听你在做那个导演的访问的时候，你说这个职业如果再有机会重新选择的话，如果重来一次，你会坚持现在的职业选择吗？一半一半。你可能不选择做演员。为什么？我以为你很坚定了。没有。我觉得如果只是演戏，你不用考虑任何的话，我是很坚定的。但是演戏跟你在娱乐圈又不是同一回事。演戏加上走红毯，加上成为大众关心的焦点，这些可能是一个综合的题。走红毯真的让我好崩溃。你又想要有露出的一些，你也想穿漂亮的大裙子，化美美的妆，但是每一次一走红毯，我感觉我都不会走，我可能都同手同脚了。就是我就是很不喜欢这种大环境，就是陌生的这种好，当着那么多人面，所有人都有人手一台机器，就这么对着拍你，然后你就再长大一点，可能就可以了。自信放光芒的时候，对我可能归根结底还是我不太自信。就是我的自信，就是很突然。第一次有人形容自信是突然，突然，就是我是一个很飘忽不定的人。你觉得张耀南的护城河是什么？就是你，比如说你是一个品牌，你肯定有一个核心的能力，别人不可取代你的东西。你觉得你是什么？我没有，所以我才硬找呢。没有。我没有，而且我想起来了，我排上个戏的时候，我就想，我是不是应该考虑做别的事情？然后我觉得我自己可替代性也非常强，然后也不是就是好像在这个圈子里，就是其实就是有我没我都是一样的。是谁告诉你的？这种不安全感，这谁告诉你的？还是你？就是我自己的感觉，因为像我们这种长相的女孩子，其实一抓一大把。你除非你这个长相你很会演戏，那你可能就还稍微说得过去。但是你就长成这样，你也没有说特别有特点，然后你又不是特别会演戏，你也只是平平的，就是这种感觉，就还是对自己不自信。我其实对自己真的挺不自信的，尤其是表演上。对，我可能某些戏份没有演好的时候，我就会自己沮丧，很沮丧，然后也会很焦灼。我就说为什么就是总是差点意思呢？就这种感觉。但是你成绩好呀，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拿到这样的成绩的。但我有一说一，就是这个成绩不是我的，这个成绩是大家的。我没有觉得说我可以因为他我就很骄傲。所以我觉得你应该好好努力演戏，演到一个属于自己的什么最佳女主角的时候，这个就是你的。对。等我有最佳女主的时候，我就可以真的就是很
很有底气了。我们要不要发表一下感言？谢谢。金鸡奖。好遥远啊！想一下都很爽啊。不敢想，除非我已经会演戏了。我没有想到你会很深度的思考自我，思考自己跟职业，思考自己的未来，就这挺难能可贵的。你现在是因为机器架在这，所以才这么说的吗？不是，我发自内心的，我很真诚的。我们去听海吧。我们要去看海喽！我们要去听海喽！天哪，又到了那个悲伤逆流成河的地方。要喊吗？喊出我们的新年愿望吧。新年愿望，希望我今年演技提升。哦，不对，我的新年愿望是脱单。你说漂亮的女孩也有这个问题，真是很奇怪。有一天我经纪人特别有意思，他跟我宣传2个人去逛书店，给我买了一本书，叫做《没有男朋友又怎样》。我真的谢谢他们，好舒服啊！是。放松了吗？嗯。你知道我有一个发小是好几年前就结婚了，就那时候我很震惊，我说为什么那么早结婚？嗯。然后我另外一个真正很好的闺蜜，她是今年订的婚。嗯。因为其实就像我们温州一些，就是我们那些农村啊怎么样，就是一些长辈的思想还是比较传统的，他就觉得哎你又赚不了多少钱，那你就回来就嫁人，你就相亲就嫁人。嗯。但我就是不接受，就是太早了，而且我觉得你还应该在这个时间段为自己的人生奋斗，你还有那么大的空间。对，但是很多时候你没有探寻，也就错过了，也就错过了。然后也是，你知道，本来就会觉得，男朋友每个月给自己零花钱，这种事情我以为会离我们很遥远。嗯。但就在身边。就是我会问他，我说那你这样子不会觉得自己很没有尊严？对，我说你为什么不出去自己找事情做呢？或者是干点自己事情呢？因为大家都很年轻。然后他也有就是去找事情做，但没有那么容易。嗯，我前助理也是，他也是后来因为他妈妈就是觉得他做这个不赚钱，有时候父母给孩子压力真的挺大的，我觉得。对。没有想到这一代还是没有办法完全的做自己啊。对啊。我以为95后会很洒脱、很自由、很自在，其实没有。有时候你看，你不知道自己要干嘛，没有努力的目标这些的时候，你就会很迷茫。嗯，你每天醒来都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。嗯，能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，并且为之努力，就已经很幸运了，幸运过很多人了。嗯，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事还是挺幸福的。所以我们应该更坚定。嗯，我们既然已经比很多人幸运了，我们就应该比很多人更努力。对。嗯，有方向了就只管往前。嗯。人不会因为没有办。这摄像头给我帮他拍了，我帮他拍一些唯美画面。我？嗯。你在这儿开心吗？开心。而且你听到这种声音，你不觉得非常安静吗？内心。对。嗯。就是很平静。对。换一下，到我了。你有什么愿望吗？希望我在乎的人都身体健康。嗯。希望自己的事业能够比现在更加，上一层楼吧。嗯，要喊吗？啊！2022，我要赚大钱！还有呢？每天都开心。嗯。开心，开心，开心。2022，我要拍电影。那里有一颗星星。嗯。来，我帮你拍。
真好看。你自己今天下午的时候说，你好像那个小时候的照片更好看。你想看吗？我想看。这个。传统女性张若楠，这多传统啊！这发型，还点着红点点。但是很可爱啊。小时候我爸牵我出去商场逛街，就是回头率100%的那种。嗯，他都没有过分疼爱你。哎呀，我觉得我爸妈把爱就是分给我们几个就够了。我不需要别人太爱我，太爱我也会让我觉得很负担、很沉重。所以追你的人都不能太猛烈。那不行，那不行，那喜欢我还是得若即若离，你可能就特别上瘾。若即若离我就完蛋了，我就是你就上头了。崩溃了，我跟你说真的，上头住了。看自己找活，完全不用。好，你自己说吧，这要干什么？我现在想写一个，就是对自己10年后的自己写一封信。我35岁可能真的成家了，也不一定，我有可能又很女强人。要成最美制片人？不用最美，就是最卖座的制片人。这个理想可能比演戏还难。你今天跟我在一起有什么收获吗？友情啊。所以你得好好哄，你红了之后，你有责任很重，要养着曹小贝，你要养很多人。希望你现在已经拿到有关表演的奖项。你没有写爱情哈？哎呀，算了。张若楠，来读一下吧。可遇不可求嘛。给35岁的张若楠，希望你比现在更勇敢，还是那个敢做自己的人。希望你现在已经拿到有关演员的奖项，然后还希望你找到属于自己的爱情，眼中只有彼此的爱情。